Hello， 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我们今天又出来散步了。今天这集想跟大家聊聊德国的天然气和电价到底涨了多少，有没有真的像新闻讲的那样涨了20倍？待会我将提供我家的电费合约以及真实的官方资料，让大家了解一下德国的电费和瓦斯的涨价情形，也会说一说德国政府目前的解决方案，还有如果今年冬天真的没有暖气的话，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这一集的影像素材是去年冬天汉堡有雪还有下雪的日子。这2天有一些频道的观众看到台湾的新闻播说德国缺天然气还有缺电，电费涨到20倍，是不是真的？先说结论，这当然不是真的。为了帮大家寻找确切的证据，我特别到 BDEW 的官网，也就是德国联邦能源经济协会，找到这份可靠的统计资料。在12年前2010年的时候，平均1度电的价钱是 23.69 欧分，也就是台币7块钱。到了2022年，平均的电费每1度是 37.14 欧分，换算成台币是11块钱。10年来，平均1度电的电费涨了4块钱台币。大家有看到它上面的第3行有一行粗体字，说10年来的涨幅是超过 30%。如果单纯看俄乌战争发生之后，大概只涨了10几% 吧。接下来看看我们家的电费合约，到今年5月1号之前，每1度的电是 30.1 欧分，换算成台币大概 9.2 元。到了今年6月1号之后，涨了 2.6 cent， 所以1度电现在是 32.7 cent。我们家现在1度电是差不多台币10块钱，比起台湾的电费1度才2块钱5块钱，当然是贵非常多。因为德国的电力公司有很多家，而且都是私人民营的。如果大家到德国来租房子的话，房租是不包括电费的。大家可以自由的选择不同的电力公司的不同供电方案。至于德国的电费为什么这么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德国的电费包含了哪一些不同的费用。这是德国能源经济部门7月份刚做出的10年来电费变化的统计图表，上面有10个不同颜色，分别代表了10种不同的费用。最左边橘色的就是采购价格，也就是电的取得成本，10年来大概增长了 2.2 倍。第二个蓝色部分是架设电网的费用，红棕色是电的加值税，灰色部分是地方政府的过路费还有税金的部分，绿色就是绿色能源的补助分摊费，但是这个费用已经在今年的7月1号开始取消，因为目前的电费整体已经太贵了。第二行的棕色部分是咖啡卡 Aufschlag， 是给电厂的分摊费用。浅黄色的代表的是管线的分摊费用，浅蓝色的部分是离岸风力发电的分摊费用，深灰色指的是给发电厂与电力公司之间的分摊费用，最后的鹅黄色就是电的税金。看到这么多不同的费用，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身边所使用的电，不管是买来的还是自己用什么方式发的，从发好到传到我们家可以用，都是经历了非常多复杂的过程，而这个每一个过程都是要付费的。不只是这样，还包括了维修保养的费用。因为如果你有住在德国的话，你就可以深切的体验到德国人对于维修保养是非常的重视的，从所有的公共设施，不管是房屋建筑、道路、地铁，都会定期的维修保养。所以德国的电费才会这么贵。德国的水费比台湾贵，也是因为水费里面也包含了好多层次的费用，最重要就是还包括了污水处理费。这边有一个城堡，那城堡上面有时候会办一些音乐会啊、艺文活动。我很欣赏德国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的热爱大自然，而且是那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他们为了保护环境、保护生态所做的各项努力，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其他大国，比如说是美国、中国或日本，所自叹不如的。德国一直以来都有努力的发展替代性能源，目前风力发电、太阳能以及种种的发电都已经占比超过40%了，只是这个研发的进度赶不上战争发生的速度。废除所有的核能电厂更是这20年以来德国的长期目标，早就已经在德国的国会立法通过了，所以这个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今天呢，下雪了，也没有下雪，但是今天是零下14度。汉堡这3年好像很少这样子，这边的积雪都还在呢，耶！冷死了，真的很冷。还 OK 吧？这边本来是湖欸，那这个湖的水面都结冰了。如果再冷1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来这湖上面溜冰了。然后这一侧就是有点斜坡。德国人废除核能电厂主要的考量就是环保的因素，因为他们说我们真的不晓得怎么处理那些核废料，总不能运去火星吧？可是替代性能源的发展也还不够，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只好先跟法国买点核电。因为毕竟我们也不像法国有那么多第三世界的殖民地，可以把核废料运去那边。台湾的某新闻台说德国要重启核能电厂，这是错的。因为德国原先在今年就要把所剩下的3家核能电厂也把它废掉。今年本来要废掉所有的核能电厂，只是因为刚好今年遇到战争，引发了能源的危机，所以最后的这3间核能电厂就先保留着，目前还没有把它废掉。但是废除核能电厂这个计划的方向还是不会改变的，只是把它延后而已。该新闻台还说，德国的人民对政府的能源政策很不满，现在社会普遍的就是非常的反政府和不安的情绪。事实上，德国政府一直以来都有能源补助计划，像是9欧元月票，或是这个月的300欧元的能源补助。所以我觉得反政府的声浪其实还好，大家也都能理解，跟俄罗斯买能源是这个地缘政治的必要之恶。想象一下你的邻居，不要说邻居好了，同一个社区里面住了一个流氓，你打不过他，你只能跟他维持好关系。德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有点就是像这样子，因为总不能让德国跟俄罗斯硬碰硬吧。所以之前的2位德国总理都是有意识的靠着跟俄罗斯买能源这个外交手段来维持欧洲的和平。这么做其实是一个双赢的策略，因为德国在之前的20年能有便宜的能源，好好的发展工业、发展经济。俄罗斯透过贩卖能源赚钱，这样来说对双方都好。以德国本身的条件和处境，大部分的德国人也都能理解，跟俄罗斯买能源在当时已经算是最好的决策。比较激烈的批评是之前的施洛德总理，他是北溪1号的董事长，还在战争爆发之后跑去见普丁，所以他已经被撤除党籍，也取消一切退任总理的优惠。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德国当然也有受到影响。最明显的感受就是油价的上涨，天然气涨价，电费也涨，但是就只限于涨价，并没有缺乏。该新闻台说德国目前缺电缺瓦斯，这也是错的。从我们来到德国到现在，我老公在德国30多年，我在德国将近快10年，我们都没有遇到任何一次的停电。天然气目前的储存槽已经到达了 82.2%。 这张图是6月份以来到8月27号俄罗斯输入德国的天然气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7月12号到7月20号那边曾经中断过，还有从昨天8月31号开始也会中断3天。俄罗斯那边的说法都说这个只是例行的管线维护，
但是大家应该都心知肚明，这其实就是普丁要给德国 some color CC 吧。下大雪了，弟弟。我们住的汉堡因为有北边海洋的调节，所以气候比较温和。弟弟好开心。加上这几年的全球暖化，其实冬天下雪的天数很少，我们家弟弟才会那么的兴奋。去年冬天汉堡下雪的天数不超过5天。哇，今年第一次下这么大哎，满头都是雪了。脚踏车上面都是雪了，怎么办？每次我在下初雪的时候，如果跟慕尼黑的朋友聊到说，哎呀，今天终于下雪了，我好兴奋啊！然后我们在慕尼黑的朋友就会冷冷的说，我们已经下了1个月了，积雪非常的厚，还 send 了积雪的照片来，然后我们家姐弟就会觉得很羡慕，因为去年我们完全没有积雪可以堆雪人。另外就是，其实德国的新房子，它的保暖的效果都非常的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暖气，这个就是我们 Fußboden Heizung， 就地暖的调节。那夏天的话就是0。有一次我冬天去圆圆阿姨他们家，他们居然都没有开耶。然后我就问圆圆说：“现在冬天你们都不开吗？”他说：“你有觉得冷吗？”所以他就说，他们冬天其实不开都是 OK 的，因为这个新房子的保暖非常好。然后更扯的是，以前我们在还没搬进来的时候，我们住过 Sigi 家。那因为 Sigi 他那房子也算蛮新的，他自己盖的。然后他居然把这个用那个大胶带全部都贴住，这样子就是叫我们不能动，因为我们那时候住进去就已经秋天了，就已经有点冷了。就是他怕我们去转到这个暖气会花钱吧。他就说这个暖气没有开也是 OK 的。那我们家都是开到2，差不多室内温度是22度吧，对。所以其实忍耐一下，我觉得真的也是还好啦，如果不开暖气的话。当然我之前也在英国住过那种老房子，它的保暖效果非常不好的。比如说墙壁和窗框会有一些缝隙，所以那种老房子的暖气就要开得很大。如果没有开暖气的话，真的会冷到受不了。这是今天8月29号的天然气价格，比起去年的同一个时间，大概涨了6.8倍。目前的价格是1度的暖气是0.341欧元，大概是台币10块钱。并没有涨到20倍哦，只是说如果今年冬天需要一直开很大的暖气的用户的话，他们的花费可能会到达7倍那么多。因为目前的能源危机，所以德国政府颁布了一个节能计划，从9月1号到明年的2月这段期间呢，所有的公共建筑，包括教堂、城堡、纪念碑外墙的打光，就是那种 lighting design， 都必须要关闭。另外，在晚上10点到隔天凌晨6点，商店的橱窗、霓虹灯、广告灯也都必须要关闭。你们看看街头黑漆漆吗？所有的路灯都是亮的，这样叫做街头黑漆漆吗？在非常时期，大家就共体时间一下。可是，在医院、护理中心、老人院、学校这样子的地方，都必须要维持室内温度在21度以上。如果是办公室的话，必须维持在19度以上。另外，从10月1号开始到明年的4月1号，会有一个瓦斯的附加费用，叫做 Gasumlage， 它是为了补贴瓦斯在采购的时候增加的费用，所以我们可能会在11、12月份的账单会出现。因为德国的这些电费、瓦斯费，它都是用先预付的，然后之后才会多退少补。因为这些能源价钱的调涨，所以我们9月份每个人都会领到一笔300元的能源补助金。如果工厂因为能源不敷成本停工的话，这些工人也都可以拿到政府的无薪假补助。虽然在今年上半年德国申请破产保护的大型企业比去年的同年
多了50%。但是这些企业在政府出钱救助之后呢，有一些企业有被救回来，所以并不是说破产了之后就真的一蹶不振了。其实我个人真的非常不喜欢做这类比较枯燥乏味的时事内容，我当然比较想要做一些旅游到了美食。市政府了，这个地方呢，虽然已经来了很多次，是每次来都还是觉得蛮漂亮的。本来我这礼拜要继续出我们巴黎旅游的影片，但是因为实在是有好几位观众都来跟我求证这些新闻所说的是不是真的，而且这样子类似的新闻不是只有这个频道有，其他的频道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都说德国的电价涨了10倍、11倍、20倍、24倍都有。但是我就是告诉各位，我们10年来的涨幅大概最多只有40%。这个节目还说德国的电费一度破1000块台币，我家电费明明一度就只有10块钱台币。关于每个月的电价，我们还上网试算了一下，现在新的合约在汉堡是一个月4152块钱台币。结果这个节目说现在德国的电价已经涨到一个月7、8万块了。这种跟事实差距非常大的不实报道，还是出自于一个有269万订阅的新闻台。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新闻台这样子曲解事实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你们这么做对得起这269万支持你们的观众吗？这一集一天就超过32万次观看，表示有32万人都被你们误导了耶。而且这样子夸张的新闻居然还越来越多，而且都是出自于比我还大好几倍、10几倍的大频道诶。如果有亲友跟你询问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或是转发这类的影片给你的话，麻烦你帮我转发这支影片怼回去。本来我只想发个贴文澄清一下这是不实的消息，可是又有观众说贴文没办法转发，所以我才花了2天的时间收集资料、消化资料，整理成这支影片。老公怕我讲得不清楚，还主动提议我们在礼拜天的时候开个直播，好好的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议题。我们每次直播的时候，他都会制作这样子精美的 PowerPoint。大家如果对这个主题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先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或是直播的时候到聊天室留言提问。我们即将在9月4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天的台湾时间晚上7点，德国时间下午1点开个直播。大家一起来聊聊德国的水电瓦斯费用，还有目前的能源问题。期待你的参与，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喽，拜拜。